Раскрою секрет, на меня не обидится коллега. В ходе награждения один из награждаемых мне шепнул: мы победим, но смелее надо. Очень хочется. 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: еще смелее? И здесь, так же как в экономике, есть свои риски, цена которым потер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.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тоже будем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ккуратно, 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,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.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.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近日发布重磅消息，俄罗斯最近接收一批超过20枚朝鲜制造的短程弹道导弹，型号包含火星11A 与火星11B。这批导弹现已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抵罗斯托夫州、沃罗涅日州2处前沿部署区域，完成整备后将投入针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打击行动。消息一出，俄乌战场远程对抗格局再度生变，乌克兰本就捉襟见肘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又要面临当头棒喝。火星11系列是朝鲜成熟量产的固体燃料战役战术弹道导弹，也是外界常说的朝鲜版伊斯坎德尔家族。火星11A 最大射程可达600至690公里，搭载约500公斤常规高爆弹头，采用空气弹道飞行模式，飞行中段，末端具备不规则机动变轨能力，能够大幅度扰乱防空系统的弹道解算与拦截规划，最大飞行速度接近6马赫。该导弹依托机动发射平台部署，反应速度快，适合隐蔽发起突袭，打击城市设施、军工场地、集结兵力等高价值目标。火星11B 定位偏向轻量化战术打击，标准射程约400公里，同样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，发射准备时间极短。相较于火星11A， 该型号优化了载具适配能力，单车可实现双弹搭载，便于实施多弹齐射、饱和打击。两款导弹核心优势在于量产规模大、供应链稳定。2024年光朝鲜一次性交付人民军1000枚。这批导弹投入战场后，能够有效补充俄军现有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库存消耗，维持俄军对乌克兰不间断的弹道导弹空袭能力。弹道导弹可以说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纵深打击最有效的利器。自俄乌冲突爆发至2026年7月，俄军累计向乌克兰发射超2800枚各型弹道导弹，主力为伊斯坎德尔 M 匕首，覆盖乌军兵力集结地、军工设施、能源枢纽、城市核心区等关键目标。俄军弹道导弹实战战果，极具针对性，精准打击乌克兰战争潜力核心节点。2025年底，多次弹道导弹集群打击，摧毁乌克兰3处大型无人机组装工厂、5处军工研发中心，重创乌无人作战装备量产体系。2026年上半年，俄军弹道导弹精准突袭敖德萨哈尔科夫能源枢纽，多次造成大范围停电、军工生产线停工，同时高频打击乌军防空阵地、弹药仓库，累计摧毁11处中小型防空火力点，持续消耗乌克兰有限的防空资源，进一步放大其防空压力。俄军战术弹道导弹之所以战果累累，核心问题还是在于难以被拦截。哪怕根据西方具有偏向性的研究数据，乌克兰对弹道导弹整体拦截率仅维持在 22% 到 24%， 远低于对巡航导弹近 80% 的拦截率，短板极为突出。其中2024年一季度乌军弹道导弹拦截率仅 8%， 2025年中期短暂提升至 36%。但俄军升级导弹突防技术后，目前拦截率再度暴跌至 6%， 俄军发射的绝大部分弹道导弹都可成功突防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除了俄罗斯升级突防技术外，援乌爱国者3防空导弹消耗殆尽也是重要原因。根据公开数据，美西方国家一共援助了乌克兰600枚爱国者3防空导弹，但长期面临数量不足、补给缓慢的难题。PAC-3 拦截弹造价高昂，单枚成本接近400万美元，西方军工产能提升周期漫长，全球年产量有限，不仅要供给乌克兰，还要满足美国及其众多盟友在全球其他热点地区的战备储备。由于通常需要发射多枚拦截弹拦截1枚弹道导弹，乌克兰的拦截弹消耗速度持续高于补给速度，在高强度空袭阶段，乌克兰常常出现有防空雷达、有发射装置，却缺少拦截弹药的窘境。除此之外，乌克兰爱国者阵地数量有限，只能重点覆盖基辅、哈尔科夫等核心大城市、广袤的中部、南部城镇以及分散的军工场地，无法实现全域防护。随着这批火星11AB 投入使用，俄军拥有更多导弹实施多方向、多批次饱和突击，乌克兰防空系统弹药分配、阵地调度压力将进一步放大。为缓解弹道导弹拦截压力，乌克兰近期在4处搜罗具备反导能力的防空导弹。俄罗斯此时接收火星11AB 弹道导弹并部署到前线，显然就是要乘乌克兰反导弹药枯竭、新反导能力尚未建设成功的空档，进一步扩大战果。
摧毁乌克兰的战争潜力，尤其是2024年以来对俄罗斯纵深制造了大麻烦的无人机产业。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，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，乌克兰很可能要被迫收缩重点城市防空力量，更多依靠分散布局、提前疏散、隐蔽军工设施等被动方式降低损失，而被俄军发现的重要目标可能只能靠天灵盖硬接金箍棒了。俄罗斯这么多年都没做到让中国制裁欧洲，结果欧盟短短几天就做到了。全世界都看不明白欧盟为什么要和中国死扛。欧盟制裁中国企业的两用物项，结果被中国锁死了稀土。中国企业可以找到替代来源，但欧洲公司能找到稀土替代来源吗？7月23日，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了清单，包括长光卫星、天仪研究院以及北京和德宇航技术公司等航天与贸易公司，实施资产冻结与全面封锁。欧盟境内企业未经许可，不得向这14家中企出口军民两用物资及相关技术，但普通民用商品贸易不在限制范围内。简单来说，欧盟是对这14家中企实施了两用物项的强化管控，限制他们从欧盟获取包括卫星零部件、航天电子、精密光学、特种半导体、工业数控、高端传感器以及卫星测控相关软硬件。欧盟对中国企业的正常商业活动横加指责并实施制裁，中国当然不会惯着。7月24日16点，中国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30号公告，将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等14家持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及提供军工配套的欧盟实体纳入管控。公告即时生效。与欧盟对中国公司的资产冻结式制裁不同，中方措施属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，禁止境内经营者向清单企业出口两用物项，同时禁止第三方转运中国原产两用物资供给这些企业，现有相关业务立即暂停。社交媒体 X 上大量网友留言称，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无关痛痒，因为中国这些企业本来就在瓦森纳协议的禁运名录中，这是西方从二战后对社会主义阵营禁运的8桶协定继承而来的协议。新版瓦森纳协议从1996年开始实施，中国一直都在名单中，因此这些企业与欧洲的合作非常有限，甚至根本就没有合作。但中国的两用物项管制措施就不一样了，不要说1000多项清单，就拿镓、锗、锂、铝等3烯金属来说，欧洲能找到替代来源吗？莱茵金属是全球排名前20的德国军工企业，在半导体以及武器相关领域中会大量使用稀土金属。在欧盟层面上，稀土矿物进口量有 46% 来自中国，这个比例看起来不是很高，但在重稀土领域，欧洲对中国依赖度极高。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德国进口铝、钋、铧相关材料 97% 以上来自中国。所以 X 上的网友一边倒地认为欧盟以为惩罚了中国，但恰恰相反，是欧盟的韧性招来了中国的惩罚。网友 A 表示，真正让我惊讶的是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网友 B 表示，这些欧洲殖民列强仍然想象今天的中国还是1826年或1926年的那个中国。网友 C 表示，我已经想了7天7夜，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欧洲要做出这个决定，为什么冯德莱恩要做出这个决定。欧洲一直能拿到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商品，包括稀土，这正是全世界迫切需要的材料。网友 D 表示，只要冯德莱恩一直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，中国和欧盟就没办法好好相处。他骨子里傲慢、歧视并仇视中国。在留言区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很多欧洲网友都在感谢中国对这些军工企业断供稀土。他们认为，没有武器就没有战争，缺稀土让欧洲军工造不了武器，乌克兰战争就会结束。欧洲政客们正在不遗余力地支持乌克兰，但昂贵的能源价格和庞大的资金需求已经快将欧洲拖入深渊。他们完全不顾经济发展停滞，依然在援助乌克兰。欧洲政客支持，但民众都不傻，他们都知道欧洲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。另一个留言感谢的则是俄罗斯网友，
毕竟俄乌战争打了那么多年，俄罗斯都未能让中国做出制裁欧洲军工企业的决定，但是欧盟做到了。俄罗斯难道不应该感谢欧盟那些脑袋里装了一坨屎的政客们吗？然而，一个更炸裂的事件正在发生。美国能源公司 Energy Fuel 最近出价19亿美元收购了欧洲最大的永磁体生产企业 VAC。这家企业生产女普迪特等稀土材料，尽管产量与纯度与中国有较大差距，但在被中国管制后，这家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美国国内已经没有像样的稀土提纯企业，德国 VAC 不仅有技术，还有生产线，拥有4000多名员工。美国对稀土提纯企业求贤若渴，在全球搜刮稀土，现在要把欧洲稀土企业一锅端了。德国人有点慌了，如果 VAC 被美国收购，中长期的技术和产业流失暂且不说，短期内谁都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把 VAC 的大部分产品直接运回美国。欧洲怎么办？相当有趣的是，对于这种严重影响德国国家安全的行为，德国政府完全可以依照国内法阻断这场交易，但德国根本就不敢跳出来阻止，只敢在收购上设置一些前置条件，比如希望保持本地生产，产品必须有一定比例供应德国客户。要是美国不同意呢？美国从来不顾欧洲的死活。欧元诞生时，美国打了科索沃战争，俄欧联合时，美国就搞了俄乌战争，导致资金大量出逃，制造业外流，欧洲工业空心化。欧盟领导层还在阻止中欧经济合作拯救欧洲，前不久还疯狂给中欧技术合作设置显然不可能实现的前置条件。简单一句话总结，美国正在用白手套阻止即将进入 ICU 的欧洲自救续命，而欧洲人则正以一种殉道者的怪异行为实现自认为的理想。制造并向欧洲各国灌输这种理念的人正在欧盟担任关键岗位，